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这期分享的内容是断舍离，家里这些家务后加宽心爽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本来应该很高兴，但自己住之后发现还是有很多家务要做，根本没时间休息。很多人不停地往家里添置东西，自以为提升了生活质量，却没意识到当你拥有物品时，物品也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你，奴役着你。所以家里东西越少，要做的活也就越少。极简生活就是扔掉没必要的家务活，扔掉后你就会发现家里变宽敞了，日子也更舒心。一，扔掉这7样东西，不再白费力气。一，多余的床品。结婚以后，很多女人都喜欢买床上用品，我也不例外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会换一套新的4件套，所以家里添置了不少我喜欢的款式。4件套比较大，也很占地方，每次买了新的，旧的就堆在窗下的储物箱里，如果保存不好，它们还会变黄。整理和清洗这些床上用品都很费事，后来我决定清理掉那些不常用的床上用品，只留下3、4套，这样我就可以把它们放在衣柜里，既方便又省心。2，闲置家电。我家的厨房里总是放着一些不用的电器，储物室里也有几个被遗忘的小电器。科技发展得很快，电器更新换代的速度也很快。每次大扫除，我总舍不得扔掉这些不再使用的旧电器，还会把它们擦得干干净净。现在我决定不再做这些无用功了，我要开始断舍离，谁愿意做就去做吧，反正我用不上它们，它们只是占地方，不值得。我不想浪费钱，以后也不会再买这些不需要的东西了。3，地垫。在玄关、厨房和卫生间的门口，我们放了地垫，主要是为了防止灰尘进来，避免地面滑，还有就是让家里看起来更美观。但是每到周末，就得花时间清洗这些地垫。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不做家务，但清洗地垫确实挺麻烦的。清洗干净的地垫需要放在卫生间里沥干水分，这通常要花1整天的时间，之后还得把它们拿到阳台去晾晒，那里有专门的架子，这个过程很繁琐。而且地垫撤掉后，我发现家里地面空着还挺舒服的，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不再使用地垫了。拖鞋上如果有水渍，我就用一条毛巾来处理。至于玄关的地面如果脏了，我就直接擦干净，这样既省事又方便。4，地毯。当初为了美化客厅，我决定铺上地毯，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后悔了。地毯很容易脏，单靠吸尘器清理是不够的，我们还得经常用水清洗。孩子们玩耍时，果汁和零食经常会洒在上面，为了彻底清洁地毯，我们可能还得购买专门的清洗设备，这不仅需要额外的花费，还会占用宝贵的空间，而且地毯的实际作用并不大。最终我决定撤掉地毯，这样客厅看起来更清爽，也不用再担心地毯上的污渍和可能滋生的细菌和螨虫了。5，养绿植。我在绿植上投入了不少钱，买了各种各样的花草，还有大型绿植，但对于我这个懒人来说，那些娇气的花草真的养不活。我不仅懒得打理，还不懂怎么养护。到了夏天，植物还会招来蚊虫，满屋子飞舞，真的很让人心烦。那些奄奄一息的植物，不仅给家里带来了不好的气息，还浪费了我的时间和精力去收拾。闲置的花盆和泥土也得费力去处理。如果真的很喜欢绿植，还是选一些皮实的品种比较好。10天半个月浇1次水，几天不见阳光也不会死。6，囤积食物。不要再囤食物了，因为吃不完的话，很容易变质。
朋友阿叶住在没有电梯的4楼，每次去超市或者菜市场，总是担心食物不够吃，结果买了很多，搬着这些沉重的袋子上楼很费力，然后还要花时间准备食材，但每次都会剩下一些，放进冰箱后，没几天就坏了，所以他决定改变，以后只买够吃的量，吃完再买，这样可以避免浪费，还能保证食物的新鲜度，同时也能节省很多空间。7. 用不上的餐具。每年春节，很多人都有一个传统，就是增加碗筷，希望家里人丁兴旺，福气和寿命也能增加。但是那些旧的碗盘我们怎么处理呢？我通常是把它们放在橱柜里，时间一长，它们就被厨房的油烟覆盖了一层，我也不太清楚留着它们有什么用，毕竟碗筷已经很多了，不处理掉反而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，我只买一套新的碗盘，只在过年的时候拿出来用，过完年就收起来，这样就不用每年都买新的了。这个方法真的很不错，既节省了钱，又节省了空间和力气。以后即使看到漂亮的碗盘，也不会随便买，因为简单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。2. 扔掉卫生间的这5样东西，干净又健康。在家庭生活中，厕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它不仅是我们解决生理需求的地方，也是我们偶尔可以独自待一会儿的空间。有时候我们会在厕所里读书、玩手机，或者只是静静地发呆，但我们不知道的是，有些东西放在卫生间里其实是不合适的，而这些我们平时都忽视了。把它们放在卫生间里，不仅会滋生细菌，还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。在我们追求极简生活，断舍离家里的杂物时，我们不应该忘记检查卫生间的这几样东西。如果它们出了问题，就晚了。1. 垃圾桶。垃圾桶是每个家庭都需要的，无论是在客厅、厨房、卧室还是卫生间，都能看到它们。人们通常会在卫生间放一个垃圾桶，因为担心用过的厕纸直接扔进马桶会堵塞。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样做没什么问题。许多家庭的卫生间空间不大，通风也不太好，卫生间本身就是一个潮湿的地方，如果把用过的厕纸扔进垃圾桶，放上好几天就会产生很多微生物，还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。这不仅会让卫生间变得不干净，时间长了，这些微生物和细菌还会飘散在空气中，落在其他物品上。长期这样处理用过的厕纸，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害的。其实，现代的马桶和下水道系统在设计时，已经考虑到了纸巾可能造成的堵塞问题。只要使用的是可降解的纸巾，并且马桶是虹吸式的，就可以放心地把纸巾直接冲走。但如果家里用的是老式马桶，最好在卫生间放一个带盖子的垃圾桶，并且记得每天都要清理干净。2. 清洁工具。很多人习惯把清洁工具，比如扫把、拖把和抹布，放在卫生间的角落里，这样用起来方便，用完后直接在卫生间清洗干净，然后放回原处。但是卫生间通常比较潮湿和阴暗，这样的环境容易让清洁工具发霉，滋生细菌。如果你也是这样做的，那么每次用这些工具清洁家里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在用带有霉菌的工具，这样不仅清洁不彻底，还会把细菌带到家里的各个角落，对健康不利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我们应该在清洁完工具后，把它们洗干净，然后拿到阳台上去晾干，等它们完全干透了再收起来，这样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，保持家里的卫生和健康。3. 84消毒液。许多人喜欢在卫生间存放各种清洁剂，这样打扫起来比较方便。通常情况下，这没什么问题，因为清洁剂都是装在瓶子里，密封好的，看起来挺安全。但是84消毒液是个例外，
8,4消毒液和洁厕灵混合在一起会产生危险的化学反应，变成一种有毒的气体。以前就有报道说，一位女人在使用这2种清洁剂混合后清洁马桶时不幸中毒身亡。即使我们现在都知道这2种清洁剂不能混合使用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最好还是不要把8,4消毒液放在卫生间。如果哪天因为着急而用错了，后果就太严重了。4. 毛巾，我们通常会在卫生间洗脸，然后用挂在墙上的毛巾擦干脸上的水珠，之后我们会把毛巾重新挂回墙上，但这样做其实并不好。卫生间通常比较暗，而且潮湿，空气也不流通。当毛巾被用来擦脸后，它会变得湿漉漉的，不容易马上干透。这样的环境非常适合细菌生长和繁殖。毛巾上还会有我们脸上的油脂和皮肤碎屑，这些都成了细菌和螨虫的养料。如果长期使用这样的毛巾，会对我们的皮肤健康造成危害。因此，无论是洗脸用的毛巾还是洗澡用的浴巾，最好不要一直放在卫生间里。5. 发霉的浴帘，现在很多人在装修浴室时选择不用淋浴玻璃，而是用塑料浴帘。浴帘既能够阻挡水花，又能保持浴室的温度，而且价格也不贵。但是浴帘用了一段时间后，很容易长霉。如果发现你的浴帘已经发霉，那就应该及时更换。霉菌在卫生间里会扩散，释放有害的黄曲霉菌。如果霉菌落在你的牙刷、漱口杯等洗漱用品上，会对健康造成危害。所以定期检查你的浴帘，一旦发霉，立刻扔掉。3. 学会这6个小技巧，少做家务，日子舒心。作为现在的年轻人，工作很忙，还得应付各种社交活动，回家后往往只想躺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剧，但是看到家里乱七八糟的样子，就什么也不想做了。想让家里保持整洁，又不想花太多力气打扫，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同时满足这2个愿望呢？直到我接触了极简生活，学会了放弃那些不必要的家务，我也意识到丢掉那些多余的物品，实际上就是减少了大量的家务活。接下来分享6个少做家务的小技巧。1. 不叠衣服。以前的衣柜里总是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衣服，每次洗完衣服晾干后，我都要花时间把它们叠好，因为衣柜里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挂衣服了。这个过程既繁琐又费时，为了简化生活，我决定进行一次彻底的整理，把那些长时间没穿过的衣服都清理掉。我只保留了那些我肯定会穿，而且特别喜欢的衣服。这样一来，我的衣柜里就有了足够的空间，可以将所有衣服都挂起来。现在洗完衣服后，我只需要把它们连同衣架一起挂回衣柜，再也不用担心衣服会皱巴巴的了。2. 补烫衣服。现在洗衣服，大多数人都是用洗衣机来完成的。我通常会使用柔顺剂，而且在适当的时候用手洗一些衣物，这样洗出来的衣服不会皱巴巴的。衣服洗好并且晾干之后，就可以直接挂进衣柜里，这样连挂烫机的钱都省了。为了保持衣柜里的衣服整齐有序，我们需要控制买衣服的节奏。其实每个季度有3-4套衣服就已经足够了。如果买太多，不仅会浪费钱，还会占用很多空间，同时也会增加整理家务的负担。3. 不整理内衣和袜子。关于内衣，我通常每3个月更换一次新的，因此我不会买太多，一般就2-3件轮流穿。我选择的内衣都是舒适且纯棉材质的，价格也不会太贵，这样一来需要收纳的内衣并不多。在夏天，我每天都会换洗内衣，一旦发现哪件脏了，就直接去阳台换上干净的那件，非常方便。袜子的处理方式也差不多，每个季度我大概会准备3双袜子，
它们都晾在阳台上，每天我都会换上一双干净的袜子，所以也不需要额外的整理工作。4. 不准备复杂的饭菜。我不太喜欢做菜，有些人为了做出一道菜，又是煮又是炸的，我觉得那太费劲了。首先，清理用过的锅碗瓢盆就很麻烦，还得擦掉溅出来的油渍。做一顿饭，这劳动量不比在外面走上1万步轻松。简单的饭菜不一定味道不好，而且通常更健康。新鲜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法，只要营养均衡，口味合适，简简单单就很好。5. 不过度的收纳。不要只是为了收纳而收纳。有些收纳工具虽然看起来漂亮，但并不适合你。买回来之后才发现，它们不仅使用起来不方便，还浪费时间。原本应该直接拿取的东西，现在却得在收纳盒里翻找，想要的东西不能立刻拿到。收纳盒本身也是物品，也会占用家里的空间，所以真的没必要买。6. 不清洗抹布。厨房里的抹布每隔2-3个月就得换一批新的，而且还要根据用途分开使用。比如专门用来洗碗的抹布，就不能用来擦锅，专门擦灶台的也不能用来擦桌子。这样一来，每天都有很多抹布需要清洗，用了一段时间后，抹布上还会滋生细菌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。因此我决定简化厨房的清洁工作，改用厨房纸巾。用过的纸巾如果不是很脏，可以洗一下再利用几次，如果洗不干净就直接扔掉，这样也不会觉得太可惜。没有家务的日子真的很让人上瘾。其实很多家务是自寻烦恼，实行极简生活，摆脱物质的束缚，家里东西少了，自然家务也少了，感觉特别好。突然间自己的时间变得充裕了，心情也好了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欢迎你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